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大开眼界，连续2次被对比，郑晓龙对赵丽颖的评价，终于有人信了。最近新剧接连上来，前有周也跟程雷主演的古偶剧《锦月如歌》，后有杨幂跟欧豪的《生万物》，随后还有羡鱼跟紫夜归这对孪生姐妹对打。这么热闹的场景，赵丽颖一个局外人，却接连被拉出来做对比。明明她很低调，人不在江湖，却处处都是她的影子。锦月如歌开播，女将军这个赛道吐槽到最后，不少观众深刻感觉到了《楚乔传》的权威性，两者的差距实在是太大。赵丽颖为了楚乔，当时迅速减肥，把自己饿得瘦瘦小小，看起来就营养不良。可她的眼神凶悍，武打招式干脆利落，杀气腾腾，把视奴止戈当成自己的目标。顿号，杨幂的《生万物》开播，在演农村妇女努力向上挣扎这一块，赵丽颖又没逃掉对比，又被想起来了。不过这次是相对看到两人的闪光点，与其说赵丽颖这一次算是无妄之灾，成功拉了一波其他家粉丝的仇恨，不如说赵丽颖站得太高了，让人无法忽视。毕竟我至今还记得赵丽颖没空离开，所以那年没参加任何活动，还因为一张剧照被众人嘲笑，别人能每每参加活动，结果她只能在乡下放牛。当年谁也没想到，本来如日中天的赵丽颖突然间接了《幸福到万家》这种乡村题材的剧，究竟图什么？结果时间证明，赵丽颖的选择有多正确。如今杨幂也来了这个赛道，生万物杨幂饰演宁秀秀，从大小姐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可怜人，整体上发挥不错，以农村变迁为主题，讲述几家人的经历。宁秀秀虽为大小姐，却不算娇气，一开始面容白净，眼睛楚楚动人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碰到困境也慢慢接受了。嫁去封家之后，知道好歹，公公嘴毒但心肠不坏，所以宁秀秀对他态度也不错，用软招数提前花了1块大洋，迫使公公留下耕地的牛，为全家减轻压力。下地干活不算麻利，磕磕绊绊，却实在是认真，把肩头都磨出印子了，也不怎么喊累。一开始穿着鲜亮，后来穿着朴素的大棉袄，妆容越来越憔悴，真正演出了下地的农民的辛苦。可依旧还有少部分观众觉得杨幂的脸过于精致，确实不够入戏。我觉得细看确实是如此，高耸的鼻梁，精致的眉眼，在一群人中显得格外突出。不过细品一下宁秀秀的人设，也就能接受了。毕竟是大小姐慢慢转变，此刻的妆容精致一些，属实正常，大部分观众也都看进去了，能接受这个设定。这也是杨幂自从成名之后，第一次舍弃美貌，开始脚踏实地的演绎角色。不仅杨幂水土不服，观众的眼睛视觉上也会有这种效果。一步步慢慢来，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子。他俩没什么可对比，只能说一个前一个后。这话用来形容杨幂，也可以形容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的艰辛。从幸福到万家开始，接档的是风吹半夏，从此彻底完成从偶像剧到正剧的转型。赵丽颖的脸逐渐赋予了成熟的内核，不再娇俏。唯一一部仙侠剧《与凤航》，也只是为了圆梦。她自己不仅掌控前台，幕后的制作，她也有在努力跟进。第20条好秀眉，聋哑人，穷苦人，buff 叠满了，既可怜心酸，又不肯轻言放弃。这种倔强的角色，让赵丽颖成功打开电影圈子。1年之内，电视剧、电影奖项双丰收。无论外界什么评价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赵丽颖早已经甩开了其他人的步伐，自己走出一条路。
纵观赵丽颖的路，发现她自从有名气能自己选择剧本后，仿佛重生开挂了一样。一部《花千骨》开启仙侠文改编的路，在这之前有游戏改编的《仙剑》，也有各种神话故事，但后来多了很多 IP， 直至现在我都看腻了，看土了，依旧还有这类仙侠剧层出不穷。看过幕后采访，这个本子是赵丽颖自己去拍板，助理经纪人都不带，自己单枪匹马去争取。因为初期确实没有这类先例，网文剧本拍成剧，火不火都是未知数。陆贞传奇开启女官升级的路，至今没有这么爽的代餐。于正的眼光是真的好，明明看起来那么软糯的赵丽颖，他却觉得这角色非他莫属，他的性子就是陆贞，那么打不死。女主既不柔弱，也不全靠男主，一步步站到最高位，最终陆贞的结果，甚至不是嫁给男主，而是自己手握大权，掌控小皇帝。楚乔传赵丽颖已经小有名气，依旧能看到她的努力。她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过的话，何尝不是现在的观众最追求的大女主剧？虽然我们是女生，但是我们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爱情，我们还有追求理想的这么一个权利。爱情，它可能是说，在我们去实现理想、实现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中，让自己可以温存的东西。振聋发聩的一段对话，也是楚乔的真实写照。说句题外话，啥时候把女主的理想、爱情、权利还给女主呢？傻白甜，现在提起成了所有观众都嫌弃的词。结果赵丽颖演了《杉杉来了》，而且一度占据收视率榜首。赵丽颖说过，傻白甜最不好演了，言行举止幼稚，把握不好度，就真的傻了。她演的杉杉、白、甜，还有一点乐呵呵，恰到好处。后来事实也证明了，赵丽颖说的没错，演不好的傻白甜，真成了她形容的模样。宅斗剧之否，她也挑对了路数。后来再出现宅斗剧，女主像明兰，渣爹像盛虹，大部分都有知否的影子。赵丽颖的现实主义转型之作是郑晓龙导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可最早认识是在《金婚》里面，那个时候的赵丽颖还只是小龙套。郑晓龙后来评价赵丽颖，早期灵气十足，天然去雕饰，不需要过分雕琢。火了之后，虽然看她总演那些漂漂亮亮的古装大剧，但他觉得赵丽颖从不是简单的漂亮的演员，不像有些古装剧演员一样玩漂亮，靠着颜值吃饭。她还是努力的，想要去靠近人物本身。与其说赵丽颖是重生的人，不如说她的理智占据了上风。过分的清醒让她抓住每一次机会，过分的清醒冷静，即使从头到尾被炒土，但在作品上的分量早已经甩下其他人。不仅题材选得好，而且演了就真独树一帜，收服观众。赵丽颖就如一匹孤狼，在内娱独自前行。